作为一名追求精致省的女孩，楼下大妈组团抢菜，我则混迹于各大折扣群。到雨末日之前，我侥幸囤了一大批折扣物资，却不想因此救了自己一命。晚上8点多，折扣群突然弹出来几条消息。为了感谢各位新老顾客的支持，本店开业以来最大的一次优惠活动即将开始，数量有限，先抢先得。所谓的折扣群，就是会低价出售一些包装受损的商品，但绝对不影响使用。作为一名追求精致省的女孩，我加的折扣群数量比我某信里躺着的好友数量都多。距离活动开始还有1分钟的时候，我瞪圆了眼睛，下意识屏住了呼吸。便宜又好的东西，谁都想要，这个时候就要拼手速了。很快，手机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倒计时，3、2、1，开抢！大牌自热火锅，原价119元一箱，现价59元一箱。天啊，5折！先来10箱。紧接着又是一条链接划过。衰仔皮皮糖，原价99元10袋，现价9.9元100袋，每人限购1单。这么大折扣，来！老帅傅方便面，原价59元一箱，现价39元一箱，每种口味限购2箱。红烧牛肉、香辣、老坛酸菜、小鸡炖蘑菇、海鲜面，每种口味来2箱，这1年的泡面就有了。酒精块，户外野餐的好帮手，原价30元一箱，现价19.9元一箱，满5箱赠配套的塔式炉1个。这又给折扣又免费送炉子，还犹豫什么？卫生巾、湿巾、抽纸3件套，大牌有保证，原价79元一套，现价39.9元一套。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可不常见。我想了想快用完的抽纸，果断下单了10套。接下来是冷冻食品、火锅底料、速食产品、纯牛奶、八宝粥、午餐肉罐头、各种口味的小零食、腊肉风干香肠。折扣商品虽然省钱，但也容易使人丧失理智。凌晨，优惠活动准时结束。我看着缩水了一半的小金库，后知后觉自己这次太冲动了，竟然花了1万多块。要知道，作为一名月薪5000的社畜，这2万多块钱我足足攒了1年多。不过想想未来几个月都不用额外花钱购买物资，我又很快释然了。一样的商品，折扣群里卖的比超市里便宜了将近1倍，买到就是赚到。嘿嘿，我真是个省钱小能手。早晨天一亮，我就接到了折扣群群主的私聊。由于我这次购物花费的数额巨大，店铺将会优先安排人上门送货。看到还有这种好事，我心里美滋滋的。转身看到已经空了的饮水机，立刻又找出了手机，点开了购水的 APP。购水界面很快弹出了一条通知：为了回馈新老客户，现推出订单每满10桶赠1桶的服务。我盯着 APP 上新弹出来的通知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哎，有谁能拒绝白得的1桶水呢？由于搞活动的店铺就在同城，下午的时候工作人员就送货上门了。一箱又一箱的物资很快填满了整间客厅，最后还剩几箱自热火锅没搬，想着东西也不重，干脆先让送货的师傅回去了。我自己则慢悠悠地搬着3箱自热火锅往回走。走到一半，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嗤笑：哟，你还真是死性不改，又搞这些便宜货吃呢。是我那个上个月刚劈腿的前男友毛不凡。毛不凡和我住一个小区，我和他是在共同好友的撮合下认识的。结果没想到毛不凡这个渣渣长得倒是挺老实的，实际上却是一个花心男。脚踏2条船不说，通讯录里的妹妹比我手机上的折扣群还多。分手了也时常骚扰我，动不动就嘲讽我喜欢卖折扣商品，上不得台面。我低头看怀里的自热火锅，怎么就上不得台面了？不就是外面用来包装的箱子有些破损吗？毛不凡这种人天生喜欢在别人面前秀优越感，和这种人讲道理是没有用的。我放下了怀里的箱子，突然向前几步，对着毛不凡那张脸猛地扇了过去，然后又狠狠地踹了他几脚。好狗不挡道，给我滚！毛不凡被打懵了，还是他的女朋友先反应过来，拿着手机威胁道：你这人怎么打人呢？信不信我报警，让人来抓你？报警！我呵呵一笑，也拿出了手机。那就让警察来吧，我正好有东西想分享给大家伙看看。毛不凡想到了什么，脸色一变。行了，和这种疯婆子有什么好计较的？说完，不顾女朋友的反抗，强行把人推进了对面的一栋公寓楼。看到剧就这么散场了，围观的众人露出了意犹未尽的神色。有个老太太凑上来问道：小姑娘，你刚才说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来着？我神秘一笑，我当然不可能把毛不凡的那些破烂事爆出来，毕竟有些事情说出来就没有价值了。回到家里，我先将杂物间腾了出来。房子2室1厅，另一间卧室是我闺蜜在住。趁着这周调休，她攒了3天的小长假回老家了。1万多的物资，说多不多，但也将杂物间摆得满满当当。正核对订单的时候，外面突然下起了雨。够力大的雨滴砸在玻璃上，又急又快，薄薄的水汽很快笼罩了整个小区。就在这时，手机上突然弹出来一条消息，是气象局发布的红色暴雨预警。紧接着，
公司群也发布了一条通知：各位同事，气象局已经发布了红色暴雨预警，为了配合相关工作，公司决定停业3天，请各位同事在此期间停止一切户外活动，非必要情况下不要出门，注意关闭门窗，切实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。放3天的假，我抬头看了眼窗外的雨幕，心里涌上一股不安。能够让铁公鸡老板都不得不松口放假，这次的强降水肯定很严重。作为一名追求精致省的女孩，楼下大妈组团抢菜，我则混迹于各大折扣群。暴雨末日之前，我侥幸囤了一大批折扣物资，却不想因此救了自己一命。我抬头看了眼窗外的雨幕，心里涌上一股不安。能够让铁公鸡老板都不得不松口放假，这次的强降水肯定很严重。不过看着把杂物间塞得满满当当的物资，我又很快定下心来。再大的雨又能怎么样？大不了不出门就是了。精打细算的话，这次囤的物资足够我吃上半年没问题。唯一的问题就是怕断水断电。我想了想，先把旧手机还有2个充电宝都充上电，又把浴缸和厨房的盆子都放满了水。我扫了一眼厨房的锅碗瓢盆，不够，还是不够。日常生活中的洗衣做饭、洗脸刷牙哪一样不用水？心里惦记着这件事，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目光在经过床上的被子时突然顿了一下。去年搬家的时候，为了防止床褥被罩落上尘土，特意买了大号透明的密封袋，目前还有10几个没用过，每件都是超级大的规格。虽然自来水在空气中放久了也会变质，但多准备一些，总比什么也不做让人安心。很快，小区的住户群也发布了新的通知：尊敬的各位业主们，气象局已经发布了持续性红色暴雨预警，请大家注意关闭好门窗，不要出门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对于这样的消息，群里的很多住户都不以为意。往年也不是没有台风天，日子还不是一样的过。学校停课，公司歇业，总算有个正当的理由可以歇歇了。学校刚发了通知，今天早2个小时放学，有没有人约着一起去接孩子的？我看着群里的住户插科打诨，悬着的心也不由得放了下来。我不是本地人，应对台风天确实没这些本地人有经验，但这些本地人都说不用大惊小怪了，或许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。我松了口气，开始用刷视频来转移紧绷的注意力。折扣群里不停地弹出1、2条消息，大多是顾客在询问暴雨会不会影响发货。对此，老板也很无奈，因为受红色暴雨预警的影响，店铺已经被迫关门，更别说按时发货了。群里怨声载道，老板也只能竭力安抚顾客，表示等暴雨结束会推出更多优惠的活动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次新城市的持续性红色暴雨预警竟然登上了热搜，连远在大西北的父母亲人都注意到了这件事。爸，你和我妈就放心吧，我住的楼有几10层呢，再大的雨也淹不到我这。二姨，我这有一堆吃的，饿不着。小姑，您就放心吧，一会儿我就拿胶带把窗户封上，保证雨水进不来。应对完各路的亲戚的关心后，我长舒了一口气。我贴着窗户，看着小区里模糊不清的景象，不就是特大暴雨吗？我就不信它还能一连下3天。事实证明，是我见识少了。特大暴雨竟然真的下了3天，而且还有持续增强的趋势。第1天，小区楼下的花池里面的水满到溢了出来；第2天，积水倒灌进车库，小区的业主叫苦连天；第3天，雨水漫进了小区1楼，小区里的住户终于开始慌了。这一次的暴雨怎么回事？这都下到第几天了？是啊，往年也下过这么大的雨，但都是下一会儿歇一会儿，哪像这次竟然一刻也不停歇。先别管停不停歇啦，有没有人过来搭把手？我家里进水啦！看到这句话，很快就有几个热心的住户自告奋勇的去帮忙。这大概就是人性的善良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帮助别人。我拿着一袋零食，满足地叹了一口气。暴雨降临的第5天，雨水像石子一样敲在窗户上，让人胆战心惊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从未见过这般大雨，仿佛千军万马一般倾盆而来，势不可挡。在老家，虽然偶尔也会有暴雨出现，但大多持续不了多久。像这样持续了5天的，简直闻所未闻。我睁大眼睛盯着窗户，看着外面的狂风暴雨，感受着窗户的微微震动。忽然，雨水从缝隙间漫了进来，我连忙找了块抹布将雨水擦干。这几天，小区的住户群改成了互助群。我家孩子发烧了，谁有药？布洛芬或者感冒冲剂都行。我家的菜吃完了，但还有几包泡面和挂面，有人愿意换吗？我家房子的颜料，求好心人收留，有偿。看着住户群里越来越多的消息，
我的心再次悬了起来。特别是看到群里有人说隔壁县是谢红居的时候，猛地想起闺蜜的老家就在隔壁县的乡镇。喂，瑶瑶，你那边……话刚讲到一半，我感觉到闺蜜的情绪有些不对劲。我们这边的地势太低，几万亩的粮食都被淹了。那你和叔叔阿姨怎么样了？家里进水了，我们只能往更高的地方走。我靠在窗边，看见闺蜜刚刚给我发来的消息，忍不住红了眼眶。66万6666，这是我卧室的密码。卧室里有一些吃的，还有一个常备医疗箱。如果不舒服了，要记得赶紧吃药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如果救援一直不来，你别傻乎乎什么都拿出来给别人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趁着泡面的功夫，我走到了窗边，继续观察情况。那些好不容易从地下车库开出来的车子，又一次浸泡在水中。从窗户往外看去，只能看见一个小小的车顶。自从特大暴雨持续出现以后，我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家里报平安。噼里啪啦的雨声伴随着母亲唠叨，莫名让我的心情安定了下来。连续几天的降温，楼里出现了好几例低烧的住户。可是1米多高的积水，外面的车进不来，里面的车出不去。互助群里的交换信息越来越多，有人缺水，有人断粮，所有人都被困在了家里，只能被动的等待救援。作为一名追求精致省的女孩，楼下大妈组团抢菜，我则混迹于各大折扣群。暴雨末日之前，我侥幸囤了一大批折扣物资，却不想因此救了自己一命。暴雨降临的第10天，雨水已经漫上了3楼，3楼的住户骂骂咧咧地往楼上搬，救援队迟迟不来，楼里的气氛也越发的焦躁。今天楼下的争吵声持续了许久，我竖着耳朵听了听，可惜还是没打听明白缘由。水电早就停了，即便手里还剩2个满电的充电宝，但电力不知什么时候恢复，我也不敢浪费。每天和家人的聊天，也从动辄半小时的通话变成了匆匆的几句话。今天依旧是我妈接的电话，我有些奇怪，我爸呢？他最近怎么没给我打电话？电话那边顿了几秒，才继续说道：你爸去卫生间了，要不我现在去找他，和你聊2句。不用了。可挂断了电话，我才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偶尔一次是凑巧，总不能我次次打电话我爸都有事要忙吧。我正犹豫着要不要给我爸打个电话过去确认一下，手机屏幕突然亮了起来。宝贝女儿，听到那熟悉的声音，我提起的心总算放了下去。淅淅沥沥的雨声从手机那边传了过来。爸，老家也下雨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在看电视，里面正在播报这次大范围降雨的受灾情况。哦，那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呀。我应了一声，彻底放下心来。这时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。上周你不是买了3箱自热火锅吗？我这边实在没吃的，你把自热火锅分我1箱吧。是毛不凡那个狗渣男。我随手点击了挂断，结果毛不凡很快又发了一条短信来质问。现在大家都缺吃的，缺喝的，你怎么那么自私，连箱自热火锅都不舍得拿出来？我自私？我直接被毛不凡的话讥笑了。给狗一个骨头，狗还知道冲人摇摇尾巴呢。可他呢，对他再好，也挡不住他劈腿别的女人。我直接手动拉黑。但我没想到，这人竟然恶劣到在住户群散播我手里有物资的事情。艾特无敌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如今外面到处都是洪水，正是大家最困难的时刻，你把物资拿出来让大家共度难关怎么了？大家都是邻居，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就忍心看着大家伙饿死？看到这几条信息，几个没有囤物资习惯的住户确实动了些小心思，更有人直接艾特了毛不凡。你刚才说我们这栋楼里叫无敌的那个小姑娘手里有不少的物资。那可不。毛不凡见有人搭理他了，连忙回复道：暴雨前我亲眼看见他搬了3箱的自热火锅回家。问话的那人沉默了。3箱自热火锅顶多也就是18盒，时间都已经过去小半个月了，还能剩几盒？毛不凡见没人搭理他了，继续在群里叫嚣道：无敌这个人啊，就喜欢买一些便宜的折扣商品，说不定他家里囤了不少吃的，就是不舍得拿出来与大家共享。大家相信我，我是他的男朋友，最了解他了。有人看不得毛不凡这样占用公共资源，回怼道：男朋友，我看是被分了手的男朋友吧，不然能这么祸害人家小姑娘，是巴不得我们逼动的人去找小姑娘的麻烦吧。我看了眼群里的内容，心底冒起一层寒意。暴雨刚持续10几天，大家手里多少还有些物资，所以理智还在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大家手里的物资肯定会越来越少。我不敢想象，如果毛不凡再迟几天把这些内容发出来，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麻烦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将分手前收集到的证据直接发到了群里。毛不凡脚踏2条船，同时与多名女子保持关系的视频，
高清版，没有马赛克，几乎是视频刚上传过去的瞬间，群里就炸了。我勒个豆，有点劲爆啊！难怪小姑娘会分手，这样的渣男谁忍受得了啊？这爱好真够别致的，竟然全都拍下来了。看下，通腿对地渣男就给这样，还想陷害人家小姑娘，被实锤了吧？咚！管理员的手速也太快了，我还没看完就发现视频没了。嘿嘿，楼上的兄弟，我手快保存了，要的饲料。我知道这条视频一发出去，毛不凡的名声就算烂了，但那与我何干？是他不仁在先的，以后就算他还想煽动住户的情绪，别人也得考虑他话里的可信度。我正开心着坑了毛不凡一把，突然看到了群管理员给我发来的通知：因传播色情视频，禁言1秒钟。好，无敌你够狠，你给我等着。毛不凡撂下这2句狠话后，便不再发消息了。可我却隐隐觉得对方正在酝酿更大的阴谋。我放下手机，在客厅里走来走去。我住在 B 栋公寓，毛不凡住在 A 栋公寓。按理说楼下这么深的水，他是没办法过来的，但就怕有人狗急跳墙。毛不凡是一个极其好面子的人，如果不是走投无路，是绝不可能厚着脸皮找我这个前女友求助的。思考了许久，我的目光还是落在了房门上，阳台以及卧室的窗户没有落脚的地方。如果毛不凡要进来，肯定是要通过房门了。我检查了一遍门锁，然后又推了洗衣机和冰箱，还有沙发挡在了门后面。卧室和杂物间都是密码锁，没有密码进不去。我想了想，如果房门是第1道防线，那么卧室显然就是第2道防线。睡觉前，我将大衣柜的木板卸了下来，选择了一个合适的角度放置，让木板一边能抵住卧室门，另一边抵住床，而床的那一边是墙。这样即便有人进入了客厅，除非把门卸了，否则绝对不可能推开门。就是每天睡觉都要弄一遍，麻烦了些，但和自己的安全比起来，好像麻烦点也没什么。暴雨降临的第12天，一夜过去，平安无事。听到窗外的风呼声，我眼前一亮，连忙跑到窗边去看。不过很可惜，来的并不是救援队，而是稀稀拉拉漂浮在水面上的物资。小区附近有一家无敌小刘超市，估计是哪个窗户没关好，随着暴雨的上涨，货架上的商品也被冲了出来。我还看到扒着窗户往外看的毛不凡，不过很可惜，他不会水，即便物资飘到了 A 栋单元楼的附近，他也只能望洋兴叹。作为一名追求精致省的女孩，楼下大妈组团抢菜，我则混迹于各大折扣群。暴雨末日之前，我侥幸囤了一大批折扣物资，却不想因此救了自己一命。暴雨降临的第15天，小区的住户群发布了新的消息：受特大暴雨的影响，全球多个城市被淹没。我国的新城市利泉县水库决堤，大量洪水汇入，多地洪水深度达666米以上，预计周边地区会受到不同的影响，请广大居民注意自身安全。当前全国多个救援队已赶往玉泽县参加救援。看到这条通知，我的手不自觉地抖了抖，随即疯狂地给闺蜜瑶瑶打电话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打不通，根本打不通。我强忍着眼泪，看着瑶瑶昨天给我发的最后几条消息。丽丽，救援队来了，来了好多人。明明救援队都来了，怎么可能还会遇到洪水决堤？无法联系到瑶瑶，我只能通过网上只言片语的消息查找信息。白天的时候想到瑶瑶的事情吃不下去饭，到了晚上又饿得睡不着觉。我悠悠地叹了口气，认命地从床上爬了起来。好在有一大堆的速食产品在，填饱肚子倒也省事。吃到一半，外面突然传来了门锁转动的声音，有人在撬门。我心里一紧，也顾不得吃了，下意识就想往卧室跑。可转念一想，对方若进入了客厅，那离进入卧室还远吗？再者说，门后面堆了洗衣机、冰箱、沙发，即便想进来也要花不少功夫。想到这，我壮着胆子停了下来。外面的人，我不管你是谁，现在赶紧给我离开，否则我就要喊人了。对方沉默了一会儿，这才出声说道：无敌，别怕，是我。是毛不凡的声音。我吓得连忙倒退几步。是毛不凡那个渣男就更吓人了好吗？无敌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想和你借点物资。渣男果然还是贼心不死啊。毛不凡，我劝你赶紧走，不然我真的要在群里喊人了。无敌，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，就看在咱们交往过一场的份上，让我进去拿点吃的吧。我没说话，但也清楚毛不凡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，所以紧急在住户群里求援。各位，有没有人能帮个忙？渣男上门来抢物资了，现在正在撬我的锁。如今正是半夜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看到这条消息，所以我只能不停地复制这条内容刷屏，以求提示音能够唤醒一部分人。我手里拿着胡萝卜，目光紧紧地盯着房门。
那个视频一发出去，我和毛不凡就已经完全撕破脸了。我不信他只要点物资就可以离开，更不相信他会就此放过我。毛不凡很快就发现了我在群里刷屏的消息。你这个大坏蛋，真是给脸不要脸！你等着吧，等我打开这扇门，一定第一时间要你好看。房门被拍得砰砰作响，显然对方已经在暴力卸门了。我一手拿着胡萝卜，眼睛紧紧地盯着屏幕，希望有人能看到我的求救。渐渐的，我绝望了。明明这里的动静这么大，可左邻右舍竟然一个出面帮忙的人都没有。也许对方只是想独善其身，又或许是也想分一杯羹。对于别人的想法，我无从得知，只能紧紧地握着手里的胡萝卜。毛不凡连入室抢劫都敢做了，还介意杀掉一个我吗？毕竟死无对证的话，将来谁也拿他没办法。就在我以为这一仗在所难免的时候，住户群里突然多了一条回复：妹子，你别害怕，我就快赶到你们楼层了。外面很快传来了打斗声。就在我犹豫着要不要打开门去帮一下那位好心人的时候，微信突然多了一条私聊：别开门，你公寓门口一直有2个男人，他们在演戏，来骗你。我的心猛地一颤，连忙缩回了准备推开冰箱的手。我忽然想起了自己忽略的一件事，毛不凡不会水，单凭他自己的话，怎么从对面公寓楼游到这里的？很快，楼道里的打斗声停了下来。那道陌生的男声说道：妹子，我已经把他制住，你快找根绳子过来把他绑上。闻言，我从猫眼里往外看了一眼，但那2人都站在阴影里，根本看不清楚。我心里一紧，也怀疑起了外面的那个男人。如果2个男人同时进攻的话，恐怕我这个房门根本坚持不了多久。事已至此，我只能拼命地想办法拖延时间。我装作一副被吓到的样子。这位大哥，我家里没绳子怎么办？男人强忍着不耐。那你就找几根布条，要结实的那种。那窗帘或床单可以吗？这2种布料材质哪种更加结实？随便你。不行，到时候布料不结实，他又跑了，怎么办呢？男人似乎已经忍耐到了极点。那你想怎么做？你能好人做到底，直接把他送到居委会吗？男人额头青筋直冒，从嘴里蹦出了2个字：不行，万一中途跑了怎么办？我看男人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，生怕继续这样下去会惹怒他，索性答应了他的条件。那麻烦您先等一会儿，我这就去捡窗帘。然后装作走远的样子，一边走一边给住户群里的管理员私发消息。没错，就是那个因为我传播色情视频把我禁言1秒钟的老古板。你们那还有多久能到？我这边快顶不住了。已经找好了人手，2分钟后到。我心里松了口气，接下来只要再扛过2分钟就安全了。半分钟后，门外的男人忍不住催促道：还没找好布料吗？已经找到了，正在剪。1分钟后，还没剪完吗？剪完了，我正在挑一条最结实的。又过了半分钟，还没好吗？好了好了，我故意夹着嗓子说道：大哥，你再等会儿，我这就把门后面堆的沙发和冰箱搬走。2分钟后，门外响起了和毛不凡如出一辙的话：大坏蛋，你竟然敢骗我们！作为一名追求精致省的女孩，楼下大妈组团抢菜，我则混迹于各大折扣群。暴雨末日之前，我侥幸囤了一大批折扣物资，却不想因此救了自己一命。几声敲门声过后，我打开了房门，入目可见的是2个被捆得结结实实的男人。我总算松了口气，谢谢老大爷您的帮忙。对面男人的神色一僵，缓缓吐出几个字：老大爷。我猛地抬头，看到的却是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。不是跟我交易的人，不是备注陈大爷吗？陈玉脸色微缓。这个账号原本是我父亲的，后来他退休后便把这个账号交给了我打理。我尴尬的点了点头，如先前约定那般，给了他们100升提前储存好的自来水。我已经说过这自来水是什么时候收集的了，至于会不会变质，能不能喝，就和我没什么关系了。房门重新被我拿冰箱和洗衣机等重物堵住。我刚坐在沙发上，手机上突然跳出来一条重要消息：各位市民朋友们，我是在东南方向发现了超强级别的龙卷风，预计即将经过本市城区，请大家注意防护，切实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。看到这条通知，我的心里顿时慌乱了起来。像龙卷风这种自然灾害，我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，如今却即将真实的发生在我身边。天空像是割开了一道口子，大雨倾盆如注，窗户被砸得砰砰作响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支撑不住碎裂开来似的。雨水很快顺着窗缝流了进来，我不敢像之前那样去擦，生怕玻璃炸裂，被卷入这无穷无尽的雨势当中。就在这时，陈玉也发来了消息：刚才接到消息，龙卷风很快就要到我们小区了。龙卷风移动速度极快，外面这的天气跑是来不及了，只能想办法自救。记住，一定要远离窗户，实在不行就往卫生间里躲。好，你
你也要注意安全。我收起了手机，开始着手准备避难的物品。我拎着一桶饮用水，还有一背包的物资，紧紧贴着浴室的墙坐下，身下是厚厚的垫子，身上还披着一件能将整个人都包裹在内的大款羽绒服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目光看向了那扇被木板封住的狭小窗户。能做的都已经做了，接下来就是听天由命了。暴雨猛烈地拍打着窗户，等待龙卷风到来的时间过得格外漫长。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龙卷风来了！我看不到外面的景象，但微微摇晃的大楼坐不住脚，那种轰隆隆的巨响，连着沿途建筑炸裂的声音不断侵入耳朵，我双腿发软，心脏砰砰直跳。完了，我们这栋大楼该不会也被冲垮吧？不知过了多久，几分钟，又或许只有10几秒，隔壁的屋子传来咔嚓一声，玻璃炸裂，紧接着房屋震颤，不知道是衣柜还是床被甩到了墙上，出了一声巨响。我心里一颤，越发抱紧了自己。隔壁就是我的卧室，倘若我刚才没有听陈玉的，而是执意留在卧室，此刻怕是已经……我不敢再细想。墙外的呼啸声越来越近，我咬紧牙关，浑身汗涔涔的。可再热再闷，我也不敢把羽绒服脱下来。房屋颤动的幅度越来越大，突然一阵地动山摇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奔腾而来，猛地撞向了大楼。咚的一声，我因为惯性撞向了对面墙壁。还好羽绒服为我卸去了大量的冲击力。外面的哭喊声不断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被卷进了水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大楼的震颤总算停了下来。我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，发现风声也小了许多。龙卷风过去了，客厅里一片狼藉，卧室里的那张大床好巧不巧地卡在了窗户上，衣柜直接摔散架了，放在里面的物资洒了一地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并没有全部被风卷走。我又打开了杂物间的门，还好里面的物资也都在。将所有物资重新放回杂物间后，我小心翼翼地踩越过了客厅的碎玻璃，走到了窗边。洪水中漂浮着很多东西，车子、广告牌、被连根拔起的树木、断裂的建筑，还有不小心被卷入水中的尸体。细密的雨丝扑在脸上，空气中隐隐传来一丝腥臭的味道。我看着小区里的一片狼藉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现在就算龙卷风已经走了，恐怕短时间内也无法离开小区，除非有专业的救援队来转移受灾群众。不过我私下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。可是这时竟然真的有冲锋舟驶进了小区，是救援队来了。远远望去，救援队似乎还有一个我熟悉的身影，是我爸。一瞬间我想过许多可能，唯独没想过我爸会因为担心我的安全，不远万里参加救援队，只为了能够早日找到我。爸！我看着面前胡子拉碴的男人，眼眶发热。难怪每次我打电话，对面总是淅淅沥沥的雨声。原来他早就离开了家，只身参加了救援队。我爸揉了揉我的脑袋，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眼熟的吊坠。这是瑶瑶的。我瞪圆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接过了吊坠。孙瑶也没事，目前和其他的受灾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。怕你担心，他特意嘱咐我要告诉你这件事。有家人陪着，我原本慌乱的心一下子安定下来。我爸也带来了外面的消息。爸，您刚才说明天一早就会有渔船来接我们去基地了。是的。我爸点了点头，语气难掩轻松。等回家了，让你妈妈给你做好吃的。我看着漫上16楼的洪水，眉眼弯弯，我的心底终于滋生出一种名为希望的力量。